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拍，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山雾气重重，对吧？因为这几天我们这里呢接连下大暴雨，河里都涨水了。现在刚好呢不下雨，所以我上来拍拍。这段时间其实我非常忙，回来的第3天开始就扫墓。大家相信吗？我扫墓呢前后扫了4天，因为呢在我们广西桂林农村，至少我们这里的习俗是这样。清明呢是除了春节之外第2个最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要花好几天时间。首先，比如说第1天时间呢，给我们本个家族那些逝去的亲人扫墓，就是我爷爷的父母亲，也就是我太公太婆、我爷爷他们那一代，还有我逝去的父亲等等。另外呢，还有我们整个大家族几百年来同一个祖先，这些古墓呢也一起去扫。然后呢，前天我还跟我哥他们一起呢，代表我母亲去我们外公外婆那边扫墓，所以呢前前后后我们花了4天时间，大家能够想象吧？在城里可能就是1、2个小时扫墓就解决了，对不对？但是在农村就这样，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啊，在中国不仅是城里和乡村的区别很大，我相信啊，就是各个省区可能这习俗区别非常大，这就是中国大的好处，多样性嘛。另外，中国还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就是南方现在多雨的季节，比如说我们这里暴雨，所以呢，现在气温是偏低的。而我看了北方，比如说北京，阳光普照，那个地方的气温甚至呢要比我们桂林这亚热带地区还要更暖和。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讲的是以色列撤军的问题。4月7日，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几乎所有地面部队，只留下一个旅。以色列为什么突然撤军呢？伊朗是否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进攻呢？还有巴以和平是不是有望？还是以色列以退为进，对加沙可能实行地毯式的轰炸？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让人直呼看不懂。虽然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来说，速战速决肯定是上策，对吧？持久战对以色列来说绝非是最好的战法。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突然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便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以色列都干了些什么？相信呢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呢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啊。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想最令人咋舌的事件是，以色列竟然公然用导弹炸毁了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造成了包括伊朗革命卫队在内的14人重大死亡事件。大家要知道根据国际法还有国际惯例炸毁一个国家的大使馆等同于侵略这个国家。以色列这样悍然对伊朗大使馆进行轰炸，造成大规模死亡，这甚至要比1999年以美国为主的北约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轰炸性质更恶劣。所以伊朗一定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时候进行报复，那就是伊朗自己的决定了。可以说现在以色列腹背受敌哪有也门胡塞武装，对吧？北有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东北边有伊拉克的民兵组织等等，还有呢军事实力很强的伊朗。而且谁能保证在必要的时候，俄罗斯不会偷偷对伊朗支持一些核武器呢？现在以色列悄然撤军，对他自己来说意味着本次巴以战争的失败。此外，通过这一段时间对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沙地带的人无差别的屠杀，包括老弱病残，对吧？还有妇女儿童等等。可以说以色列完全透支了2战后他获得的一些国际同情，现在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了以色列以及西方国家的虚伪以及双标。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本轮冲突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共造成了超过3.3万人的死亡，以及7.5万人受伤，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形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安理会于3月25日通过了2728号决议，要求以色列在穆斯林斋月期间进行停火。这样的话，继续轰炸下去，导致对以色列来说，它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大家还记得吗？当初白宫要挟各国说你们当民主国家的都应该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否则你们就是独裁等等此类言论。4月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在对加沙地带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负责，并呼吁各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国家投了赞成票，但是美国以及德国还有其他4个西方国家投了反对票，其他的10多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这投票国当中，超过半数的人投了赞成票。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CIPRI 的统计，2019到2023年这4年期间，以色列进口的武器当中，69%来自美国，30%来自哪个国家？德国，还有其他0.7%来自意大利，少量来自英国、加拿大等。但是如果是以10年计的话，也就是2013年到2023年，来自美国的占65.6%，而德国的数据呢相差也不大，意大利甚至达到4.7%。也就是说，美国、德国对以色列提供武器还是遥遥领先。所以我们这么一看，4月5号那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决议，你看美国、德国投了反对票，对吧？因为他们提供的武器最多呀，美国69%，而德国30%，他们两国的军火工业不能停啊，否则他们怎么发战争财呢？所以朋友们，你们看啊，西方国家提供那么多屠杀巴勒斯坦人的武器弹药，眼睁睁看着那个国家的军队用这些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弹药对巴勒斯坦人实行无差别的屠杀，包括妇女、儿童、老弱病残，还包括婴幼儿，还好意思以人权卫士自居，可耻之极啊！从当前的进展来看，以色列的险棋反而导致了他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如前面提到的，他早就透支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同时他轰炸他国，在这里当然是指伊朗外交场所，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根本无法让国际社会接受，更让伊朗愤怒。现在以色列撤军了，当初以色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那就是在加沙地带完全消灭哈马斯。目前看来，这个目标完全没有实现。现在反而把中东各个国家他们的势力整合起来，哈马斯反而获得了参与治理巴勒斯坦的正当性。因此，现在以色列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那么，巴以冲突将走向何方呢？目前看来啊，以色列它的国家的生存环境已经大大恶化。显然，它的一系列战略是错误的。而且通过过去这些年来一系列的事件来看，我真的严重怀疑，有些所谓的人类学家，他们说啊，在中东某个特别的民族，他们的智商如何高，也许是这个民族，他们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吧。在这里还说点题外话，不久前我看过一个德国电视纪录片以及一些中文媒体介绍说，以色列现在他们年轻人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心理，因为以色列全民皆兵，他们随时可以被应召入伍，然后马上上战场，他们的小命可能随时不保，所以他们就是人人活在当下。这可能是导致以色列他们的军队啊，他们的年轻人素质越来越差的原因。还有啊，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以色列军队，特别是他们的士兵，待遇是非常低的，这也导致了以色列的军队其实腐败挺严重。比如说，他们的士兵可能会倒卖军火来换取一些钱来用。大家想想看，如果一个军队都到了倒卖军火的时候，他的战斗力到底如何？他的素质到底如何？对不对？所以在过去，不仅是现在轰炸着加沙的时候啊，已经通过过去各种各样的报道可以发现，以色列的军队经常出现一些低素质的乱杀平民的现象。这并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应该做的事情，允许做的事情，但是在以色列军队当中就经常出现。我们再看以色列军队，他们最大的武器供应国是哪两个？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以及德国。所以啊，这么综合来看，其实以色列军队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的素质，我认为呢
大大的被中国人高估了。就因为以色列他们的战斗力不一定强，他的军队不一定强，所以以色列想尽一切办法绑定美国，拉美国入架的原因。这大半年，让全世界看清了，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看清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如何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规则、违反国际条约，偏袒以色列的。美国及西方，还有以色列，都在透支他们的国际信用。现在以色列突然大规模撤军，或许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一是调整战术，二是调整计划，巩固战线，三是他的军队需要休整啊，因为这个军队已经紧绷半年多了。第四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伊朗对以色列发起报复。其实啊，到了现在2024年，以色列这个国家想要生存下去，万万不可去继续抢夺人家的土地据为己有，对不对？这样只会树敌更多，恶化自己生存环境，加重国防开支，影响自己的经济发展。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中国那个两国方案，也就是以色列可以建国，巴勒斯坦同样也可以独立建国，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持久的和平。可是以色列是反对两国方案的。前不久，以色列议会层面通过了一个法案，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所以说，随着现在以色列突然撤军，本轮巴以冲突可能只是进入战略性的休兵。加沙地带以及巴勒斯坦实现持久的和平，目前看来希望很渺茫，而这更像暴风骤雨来临的前夜。当然，这里不得不说啊，俄罗斯也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只是目前与俄罗斯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我们要这么做。因为目前看来，俄罗斯冲在中国前面，可以说帮中国挡了不少子弹呀，这一点真的不容否认。不管是俄乌战争还是加沙战争，让我们看到和平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多么重要。所以呢，在此我真的希望两岸中国人有这个智慧，不要掉入以美国西方国家不断拱火的战争陷阱，而是要利用目前这个难得的时间窗口，好好发展自己的经济，巩固自己的国防，提高自己的军队的实力。因为从过去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就是丛林法则。我想现在绝大多数网友肯定同意我这个观点了吧？只要中国实力足够强大，其他国家就拿你中国没有什么办法。最后，中国就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后呢，以最有利的方式，也许是和平的方式，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让我们期待这天早日到来。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